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逆势增长，老板却要跟风裁员，仅仅是因为要给员工危机感，不能让他们太舒服。裁员名单全凭老板个人喜好，因为自闭症的女儿在年会上没有配合拍马屁，我不幸入选，且变相逼辞，不给赔偿。有人提醒老板，我的岗位很重要，不能随便开除。他非但不听，还强行将我赶出公司。后来老板被我送进局子，公司产品线也全面崩溃。他们不敢来求我，只能花天价请来技术大牛修复，而我就是那个技术大牛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这几年大环境不好，很多行业都不景气，但我们公司却因为老板撞大运，踩中了风口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本来大家都对这种闷声发大财的日子挺珍惜的，干劲也很足，可不知道老板江嘉诚究竟哪根筋搭错了。出去考察了一圈，回来就要裁员，理由仅仅是因为要给员工危机感，不能让他们太舒服。人过得太舒服，就容易丧失斗志，不懂感恩，以及大家都在裁员，咱们不裁，容易被盯上。至于裁员名单，也是全凭他个人喜好。到我们部门时，他对着名单扒拉了半天，最后在我的名字上画了个圈。当人事经理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，我大为震惊。我们公司是做在线教育服务的，而我是负责整个后台系统的运维工程师。来公司5年多，我一直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虽不是领导岗位，但也是一个重要的螺丝钉。而且说起来，4年前公司遭遇危机，濒临倒闭，还是我建议老板尝试将业务转移至线上。谁也没想到，我们的业务刚上线就赶上了疫情，线下停摆，线上需求暴增，公司就这样乘风而起，扶摇直上。当年的庆功宴上，老板搂着我的肩膀，称兄道弟，说我是他的贵人，公司的大功臣，要好好犒赏我。那年我的确拿到了丰厚的奖金，对此我也很感激，但从不敢鞠躬，因为我知道当时说出那句话完全是无心插柳，所以后来他的成功也与我关系不大。可惜很多人都错把一时幸运当成了自己的实力。我问人事经理黄丽丽，为什么是我？江总知道吗？黄丽丽说，这份名单就是江总亲自定下的。他又跟我说了一大堆官话套话，其实核心意思就一个，老板对我印象不好。我更纳闷了，不是贵人大功臣吗？怎么还印象不好了？在黄丽丽的一再提醒下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原来是去年公司亲子团建时，我患有自闭症的3岁女儿没有在送祝福环节配合表演拍马屁，当时江嘉诚就很生气，公然斥责，这是谁家孩子？怎么这么没教养？父母是怎么教育的？在我不停地鞠躬道歉之后，他还一直说我们扫兴，破坏了公司的好势头。当月我还被扣了绩效和奖金。好在后来我再也没带孩子参加过公司的活动，这事也就没人再提起。没想到时隔这么久了，他还记着仇，我气笑了。就因为一个3岁小孩没有拍他马屁，公司就要开除我，大概他也觉得不妥，马上换了个说辞。当然也不全是因为这个，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表，推到我面前，这是你最近3个月的考勤记录表，显示你迟到2次，早退1次，旷工半天，还有3天无考勤记录，一律按旷工处理。按照公司规定，已经达到开除标准。好家伙，原来坑早就给我挖好了。
当然了，你是公司老员工，江总念在你辛苦多年的份上，就不说开除了，你自己辞职，对双方都好。这样等你再找新工作做被调时，公司也会多多美言。这是工作交接表，你按照上面的流程完成交接就可以了。我听明白了，就是不想赔偿，逼我自己辞职呗。这是老板们的惯用伎俩了。在我之前，他们已经花式逼走好几个了。我被这种无耻操作恶心到了，第一反应当然也是怒摔工牌，再大骂一句一群傻 X， 爷不伺候了，然后扬长而去，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。然而生活不是爽文，我面临的现实却是妻子已经失业，我要还房贷，要养家养父母，还要给女儿治病，而且现在的就业环境确实很糟糕，离开这里我很可能就要彻底失业，届时我怎么办？我们的老婆孩子父母怎么办？所以我不能走，哪怕真要走，也不能这样净身出私。我理了理思路，调整好态度，指着那份考勤表，一一和黄丽丽解释，我的确有2次因为特殊情况迟到早退了，但事后都用加班补足了工时，这点您可以去查打卡记录。至于无考勤记录的那3天，是因为公司打卡机坏了，大家都没有记录，这不能单独算到我头上吧？而且这几年我几乎天天加班，但从未拿过加班费，这些我也没跟公司提过。另外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才鼓起勇气说道，我女儿生病了，是自闭症，那几次特殊情况都是因为她突然发病。我妻子去年也失了业，现在我要养家养父母，还要给孩子治病，压力非常大，所以能不能请公司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司说自己的私事。作为男人，我其实很不愿意将自己的伤口撕开给别人看，不是为了自己面子，而是不想让家人，尤其是我的女儿，遭受异样的眼光。但如今这情形，不说我就没机会了。然而黄丽丽听后竟面无表情。规定就是规定，你若有事，可以正常履行请假手续，如果没有，那就是违反规定。公司不可能为了某个人的特殊情况改变规定，否则公司还怎么运转？至于你的家庭问题，那是你的私事，与公司无关，你不需要告诉我。我怔住了，震惊、羞愤、心寒，但更多的还是后悔。我后悔自己忽略了黄丽丽是老板重用的亲信，本质就是个干脏活的打手，否则她一个大学毕业还不到1年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人事经理的位置？我竟然还妄想得到这种人的同情和理解。我知道再与他纠缠下去只会自取其辱，也知道公司若想逼走一个人，可以有1000种办法，但我也不是全无底牌，只不过这张底牌需要亮给有用的人。我想了想，问他，我可以见一见江总吗？他立马一脸警惕，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想亲自跟他解释一下。我知道老板是什么人，但事关生存，我不能放弃任何一次希望。不出所料，黄丽丽拒绝得很干脆，不必了，你的事情江总已经全权授权给我了，我的意思就是江总的意思。他看了看表，我看你也别拖延时间了，赶快签字吧，大家都挺忙的。我看了一眼那张工作交接单和已经盖好章的离职证明，双手抱臂向后一靠，闭口不言，气氛就此僵住。黄丽丽气得直挠头，最后只能使出杀手锏，那我也跟你表个态，你是必须走的，这是硬指标。刚才你也说了自己经济压力很大，以后肯定还要找工作吧？
你应该知道现在公司背调有多重要。我们 HR 这个圈子很小的，如果你上了黑名单，后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所以，为了以后的职业生涯考虑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得罪公司。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，拿背调敲打威胁，这几乎是全世界 HR 们的通用话术，且百试不爽。因为大多数普通人都没有拿职业生涯冒险的资本，我也没有，所以我早就准备了后手。我偷偷摸了摸裤兜里的录音笔，思索一阵后，缓缓说道：“让我走也行，但你们这是恶意辞退，要按照劳动法对我进行赔偿。我的司龄是5年零7个月，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。”辞退应该按照2N+1的标准计算，公司应该赔偿我12个月的工资。不可能！我话还未说完就被他打断。公司没有先例，也不可能开这样的先例。我摊了摊手，那就没得谈喽。或者，我现在去找江总。场面再度僵持。不必了，黄经理说的没错，这就是我的意思。推门进来的人竟然是江嘉诚，在他身后还跟着2个身材魁梧的保安。江嘉诚进门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我交出手机，他甚至没有象征性的解释一下，直接让保安去桌上收。现在人人都知道手机有录音功能，所以谈话开始前，黄丽丽就检查过我的手机了。检查完毕，还被他要求放在桌面上。保安收走手机后，江嘉诚又说了一句：“还有录音笔，也交出来。”我一愣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，没有录音笔。江嘉诚冷笑一声：“年轻人，你不老实。”说完，他给保安递了个眼色。2个保安收到指示，立马一左一右站到我的两侧。4只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，其中一个语气很不善：“裤兜里自己拿出来吧。”还是大意了。我忘了江嘉诚可是老狐狸，传言他当年就是靠一些灰色手段拿下几个大客户后发家的，这种事对他来说还不是小儿科。事已至此，我也只能认栽，硬着头皮从裤兜里拿出录音笔交了上去。黄丽丽看到后脸色大变：“江总，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。”江嘉诚晃了晃录音笔：“你呀，还是太嫩，学着点吧。”在确认我的手机关闭，录音笔里的内容都删除之后，江嘉诚终于进入正题：“说说吧，为什么不签字？”我做了个深呼吸，将姿态放到最低：“江总，我家里确实有些困难，看在我一直兢兢业业的份上，可不可以请您打住？”他伸手制止了我：“卖惨求情就不必了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慈善机构，要卖惨，出门右转找红十字会。”他用手指敲击着桌面：“直说吧，既然上了名单，你就必须走，否则我的权威何存？以后我还怎么管理其他员工？痛快签字走人，大家好聚好散，以后见面还是朋友。当然，如果你执意要跟公司对抗，我们也不怕，公司有的是办法跟你耗，反正公司耗得起，就看你耗不耗得起了。”所有的话瞬间堵在心口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迎面袭来。虽然劳动法已经尽可能的完善，但在现实中，普通打工人的弱势地位依然很难扭转。看我沉默，他又乘胜追击：“年轻人，做事之前先想想后果，不要意气用事，小心鸡飞蛋打。”黄丽丽见状，赶紧把工作交接单推到我面前：“刘哥，签了吧，都是同事，您别为难我。”我看了一眼，不紧不慢地问道：“江总，您真的不问问我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吗？”他一脸不屑：“你不就是个网管吗？有什么好问的？”呵呵，网管？那您知道 RMRF 命令吗？
这个命令可以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中用于递归的强制删除目录及其所有内容，因为它不会询问确认，也不会将文件送入回收站，而是直接从文件系统中删除，所以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命令。他一脸不耐烦：“你不用跟我调书袋，我也没空在这里和你闲聊，赶快签字走人，不要耽误我10分钟后的会。”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公司确实没有再留下的必要，所以我更不能就这么白走了。不好意思，如果不按照劳动法赔偿，这个字我是不会签的。江嘉诚一愣，随即大怒：“耍横是吧？刘明浩，我还就告诉你，别跟我来这套。老子出来混这么多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？就你这样的，还敢在我面前造次？”黄经理，拿笔来！保安，给我按住他的手，强制他签。他终于露出了自己的本性。黄丽丽畏缩着不敢上前：“江总，这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是我的地盘，出了事我负责。”而我始终双手交叉抱于胸前，丝毫不惧。保安犹豫了2秒后，还是听从指挥，一边一个地按住了我的胳膊。黄丽丽将笔塞到我手中，我的右手被保安架着，完全不受控制地落到了签名处。江嘉诚大喝一声：“签！”而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有人敲门，所有人都顿住了。我趁势赶紧抽出手：“谁呀？”“江总，抱歉打扰了，我们这边有点紧急情况，能不能先请刘哥过去处理一下？”说话的人是研发部的经理唐建。江嘉诚正在气头上，怒斥道：“什么情况？你们不能自己处理吗？”唐建说：“这个我们真处理不了，专业领域不同，而且情况比较复杂。”他听后白了唐建一眼：“你们不都是技术吗？有什么不同？我看你们就是故意推脱，都是技术。”这是很多外行对 IT 部门的普遍认知，以为都是敲代码，一通就百通了。而事实上，这里面还有 N 个细分领域，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专业壁垒。普通人不了解没关系，但如果一个提供在线服务的公司老板都不了解，那可真是灾难。唐建一直坚持让我去看看。江嘉诚虽然很生气，但碍于唐建是另一个大股东安排的人，加上本身又很有实力，他还是忌惮几分的。最后只能拍桌子：“一群废物，行吧，那就让他去看看，处理完再接着谈。”他让保安放开了我，又特意叮嘱黄丽丽：“看着他，一处理完马上让他签字滚蛋，速战速决。”“好的，江总。”唐建带着我去研发部，黄丽丽也一起跟着。到了研发部，唐建用了很多专业术语给我描述问题，其实就是一个系统内核文件丢失的常规问题，但我们用专业术语沟通，黄丽丽完全听不懂。不到10分钟，她就没了耐心：“唐经理，还要多久才能处理完啊？”唐建故意皱着眉头：“问题比较复杂，不知道今天下班前能不能弄好。你要有事就先去忙，我们这边完事了，我让刘哥过去找你。”黄丽丽有些犹豫，我们也没再理她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她终于憋不住了：“这样吧，我还有个会得先走一步。刘明浩，你弄完了记得去人事部找我。”我应道：“行，我又跑不了。还没拿到赔偿呢，我怎么可能跑？”黄丽丽走后，我问唐建：“为什么帮我？”其实平时我和唐建关系一般，甚至经常会因为技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。我猜不出他此举的目的。唐建笑了笑：“没什么，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提醒一下老板，你很重要，就这么简单。”他顿了顿才说：“其实我有私心，
我不想让你走，尽管平时咱俩没少争执，但我知道你是有真本事的。这些年咱们后台系统能这么稳定，那都是你的功劳，别人不懂，我们研发部可是懂的。而且这个后台是你一手搭建的，你说你要是走了，老板再招个新人来，又免不了一番磨合折腾。要是有真技术还好说，要是个水货，呵呵，我们也得跟着倒霉。想来想去，最好还是你在。我知道他说的实话，运维这活干得好，别人感觉不到你的存在，但一出问题就全是你的锅。这几年我一直都是7乘以24小时待命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这才换来了后台的持续稳定。但这些没几个人知道，老板也不知道，或者压根就不想知道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谢谢兄弟，不过我已经有决定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这句话我没有说出来。如今这个大环境，能有一份收入尚可且稳定的工作很不容易，不要随便劝人辞职。待我处理完唐建这边的问题后，本想回自己工位喝点水，再去找黄丽丽，没想到我的门禁卡突然失效了，各个办公室、会议室的门都进不去了，茶水间的咖啡和零食输入工号也拿不出来了，甚至大门口的闸机也刷不了了。而我的个人物品被装在一个破纸箱里扔到了门口。紧接着我收到了被踢出所有工作群的通知，我被强行清退了。这一系列快准狠的操作的确打了我个措手不及，但我很快就明白了，这是要坐实我的旷工。因为按照公司规定，只要没有打卡记录就会被判定为旷工，而连续旷工3天，公司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除我。而且这次不再是打卡机坏了这种集体缺勤，而是我一个人实打实的旷工。应该是刚才交涉时我的话提醒了他们，所以才整出这么一招弥补漏洞。这个黄丽丽心思和手段还真是恶毒。我缓了缓情绪，去人事部找到黄丽丽，当面拆穿了他们的阴谋。不同于之前的协商姿态，这次他听后竟一脸不屑，是又怎么样？我彻底被激怒了，你们这是违法行为，我要起诉你们。走仲裁其实是备选策略，毕竟如果能顺利拿到赔偿，谁又愿意耗时耗力的打官司呢？所以之前我虽然在收集证据，却从未挑明，如今是不得不撕破脸了。没想到他眼皮都没抬一下，那你去啊，公司随时奉陪。不对劲，江嘉诚那么蛮横，都知道要没收手机和录音笔，不留下证据。黄丽丽一个办事的，怎么突然这么嚣张了？这里面一定另有蹊跷，可我一时实在想不到，只好静观其变。而且现在我办公室进不去，工作权限也被注销，无奈之下，只能先去大厅待着，看着同事们都在忙忙碌碌，有种兔死狗烹的悲哀。就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，刚好碰到财务部外出办事的小李和小张，他俩在大厅等车聊天时被我听到了。小李说，也不知道老板发的什么疯，突然要注册新公司，还要注册好多个。小张说，好像是为了转移劳动合同，听说以后咱们的合同都要转移到新公司，不知道瞎折腾什么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，注册一个关联子公司，然后将员工的劳动合同转移至那家子公司，这样一来，员工就从法律上与母公司脱离了关系。如果后面产生劳动纠纷，也是员工与那家子公司的纠纷，而且就算该子公司在与员工的官司中败诉，甚至被强制执行，他们也不怕，
因为那家公司本质就是个皮包公司，即使破产清算也是资不抵债，员工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。不得不说，这招真的很歹毒，员工一旦签字确认，后面根本无力回天，而大多数员工都不知道其中的坑，很容易就被公司忽悠签字了。难怪我说要起诉公司时，黄丽丽态度如此嚣张，原来这就是真相。江嘉诚这孙子，其他的不行，整员工倒是很有一套。我摸了摸衣服上的纽扣摄像头，顿时心凉了大半。没错，我早就料到录音笔会有被没收的风险，所以还准备计划避一个纽扣摄像头，就装在我的衬衫扣子上。今天所有的一切都被如实记录了下来，但如果江嘉诚这么干的话，我的这些证据也就失去了作用，即使现在起诉，恐怕也来不及了。正琢磨时，妻子发来信息，明天是孩子的复查日，记得提前挂号。我握着手机，从未感到如此无助。自从女儿被查出自闭症，我们这个小家的日子可谓步履维艰。以前妻子上班时有我们2个人挣钱，加上双方父母的帮助，日子过得虽不富裕，却也还算轻松。但自从去年妻子失业之后，所有的重担全都压到了我身上。高昂的医疗费、房贷、日常生活、父母生病等五花八门的开支，就像一座座大山，黑压压地罩在我的头顶。好在这几年我的工作还算稳定，收入也尚可，这才勉强维持住开销。可是现在我即将失业，如果拿不到赔偿，又不能及时找到新工作的话，未来的日子可怎么过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大概是要等我自动完成3天的旷工。黄丽丽和江嘉诚都没再找我，我也没去找他们，而是和平时一样正常上下班，只不过现在我的打卡方式换成了现场直播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24年6月15日下午18点整，已经到了 DS 公司规定的下班时间，但我突然被公司取消权限，导致无法打卡，请广大网友帮忙见证。现在我正常下班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24年6月16日上午8点35分，距离 DS 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9点整还有25分钟，请广大网友帮忙见证。现在我打卡上班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24年6月16日中午12点整，是 DS 规定的午饭时间。我有一个自媒体账号，经常分享一些网络运维知识，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不少粉丝。我把在公司的每个重要时间节点都录成视频，发布到这个账号上。一开始我只想为自己留下证据，没想到视频刚一发布就引起粉丝们的热烈讨论。我靠，这是变相逼辞啊！这套路我可太熟了，我们公司好几个都是被这样逼走的，可不嘛，老套路了。我们公司也这么玩过，我前公司更流氓，除了这种套路，我还被关过小黑屋呢。评论区里，粉丝们纷纷开始吐槽公司的各种奇葩裁员手段，我也觉得大开眼界。比起有些奇葩老板，江嘉诚竟然都显得慈眉善目了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叮，突然收到一条私信提醒，点开一看，是一个名叫Ethan 的粉丝发来的。哥们，关注你好几年了，非常喜欢你分享的东西。你这么优秀的运维还能被裁？你们老板是猪脑子吧？如果万一被裁了，就来我们公司吧，我这儿正好需要一个运维。说实话，看到这句话我还激动了一下，不过点开他的主页一看，除了一张小狗头像之外，其余一片空白，看上去就像个假号。
那一点激动很快就消失了，可能是故意安慰我的吧。我也没心思跟网友们吹水打屁了，收起手机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。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后，我手机突然炸开了，某站的信息提示音一直叮叮叮响个不停。点开一看，私信99加，点赞99加，评论99加，原来是我的那条视频被顶上了热门，目前浏览量已过100万，数以万计的网友参与了讨论。由于讨论太过热烈，已经集结成话题登上了热搜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网友们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他们很快就从我发布的视频中扒出了公司信息，老板江嘉诚的大名和个人信息也随之被扒了出来。一些过去曾遭受过不公平对待的离职员工也纷纷加入爆料，让这把火越烧越旺，不但霸榜了本站热搜，还登上外站的各类热点榜。等江嘉诚知道时，他已经是臭名昭著的资本家了。公司网站被黑，客服电话被打爆，客户的投诉井喷式增长。也就是我们这种小公司没有上市，否则股价马上就会教他做人。听说江嘉诚气疯了，砸了大半个办公室的东西。至此，事态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我的可控范畴。恐慌、暗爽、担忧、焦虑，各种复杂的情绪齐齐涌上心头。我干脆关了手机，尽量使自己不被外界的纷扰干扰，以便做出理智的分析和判断。江嘉诚当然很快就知道是我做的，但公司根本没有公关部，几个管理层一时也想不到应对方案，最后只能来找我。在刚才的极限时间内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既然已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出击，说不定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呢。想到这里，我整理好衣服，深吸一口气，敲开了江嘉诚办公室的门。我一推开门，就看到屋内黑压压的一堆人头，除了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的江嘉诚，这次保安队的人全来了，气势很是吓人。我一只脚刚迈进去，2条胳膊瞬间就被2名保安反扣起来，完全无法动弹。另一名保安则过来搜身，我的手机和兜里的东西都被他们翻出来收走了。搜身完毕，江嘉诚走到我面前，一脸阴狠：“玩阴的是吧？那咱们就好好玩玩。”他将我的手机举到我眼前，马上把视频删了。我笑笑：“不好意思，江总，这是我的私人账号，您无权干涉。”他一个眼神，2个保安马上狠狠扭了一下我的胳膊，痛得我本能的尖叫一声：“你们这么做是犯法的！”江嘉诚冷笑一声：“犯法？犯什么法了？谁看见了？你们看见了吗？”屋里所有人都摇头。哦，对，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，你未经授权将公司信息发到网上，已经侵犯了公司权益，法务已经准备起诉你了。他指着我的鼻子：“犯法的人是你。传闻江嘉诚是靠黑发家，今天终于见识到了。”我不禁笑了，我只是想争取到应得的赔偿而已，却不想还要搭上性命。既然如此，我索性便一不做二不休，彻底做个了结吧。我想了想，低下头对江嘉诚说：“好吧，我删。”他听后立马把手机还给我。在他和保安们的共同监督下，我删掉了视频。他拿着手机，一脸得意：“这就对了吗？早这样多好。”随后他又拿出几份资料，把这些也签了。我一看，一份是道歉声明，大意是由于我个人的操作失误，误会了公司，并对公司造成的困扰表示道歉。另一份是之前的工作交接单和离职证明，后面竟然还有一份劳动关系转移协议书。
他果然要玩那个套路。他指着后面2份资料，这2个允许你2选1，意思是要么自己辞职，要么和皮包公司打官司。绕了一圈，还是回到了原点，赶快签。他根本没有给我细看的时间，强行让保安把笔递到我手中。在巨大的威压之下，我不得不在道歉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要不我先把这份声明发布了，后面的稍后再签，先解决公共危机要紧。他想了想，同意了。我慢悠悠地登录账号，发布了道歉声明，然后趁他不注意时，在个人主页添加了一句动态：因不可抗力，视频删除，还配了个 SOS 的表情符号。后面的事情就只能赌运气了。到第2份协议的时候，我故意拖着不签，他也一如既往的威胁加强迫。我一直在忍耐，因为我需要时间等待，但他持续挑衅我，直到他说出：听说你的女儿不太健康，你应该不想让老婆孩子再受刺激吧？家人是最后的底线。此刻我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，祸不及家人。江嘉诚，你要敢对我家人下手，你我不死不休。我刘明浩哪怕赌上自己这条命，也要送你升天。我不过是丢掉1条命，你将失去全部。我以最平静的语气说完这句话，办公室里一时陷入沉默，没有一丝歇斯底里，却是作为老实人最后的威慑。赌命不是谁都敢的，尤其是像江嘉诚这样有钱的人。他似乎也被我刚才的状态吓到片刻，没有再提拿我家人威胁的事，却再次故技重施，让保安按着我签。可惜这一次再也没有唐建的刀下留人，最终我被2个保安控制着，屈辱地签了字。江嘉诚拿着那份离职协议，讥笑道：刘明浩啊，你说你是不是贱皮子？早跟你说了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你非不信邪，这回信了吧？我大声抗议，你们这是胁迫，即使签了字，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。有没有效，那得由我说了算。没想到他话音刚落，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。警察，开门！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我赌对了。江嘉诚懵了，警察怎么来了？谁报的警？一屋子的保安都面面相觑，只有我知道原因，一定是有热心网友看懂了我的暗示，帮忙报了警。刚才我就是在等他们。警察亮明证件后问江嘉诚：你是老板？群众报警说这里有人被非法胁迫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江嘉诚慌了：警察同志，是不是误会了？这里是办公室，我正在和员工探讨工作，怎么扯到非法胁迫了？警察看了一眼身后的保安队伍，探讨工作需要这么多保安，这是个误会，你们听我解释。不，这不是误会。我走到前面，警察同志，他们胁迫的人就是我有证据，我的纽扣摄像头还是派上了用场。这一次我当然是有备而来，所以设备运用得更加隐蔽谨慎。好，一起去警队说明情况吧。屋里所有人都带走。员工们看到江嘉诚被警察带走，瞬间开始骚动。不过大家脸上的表情都挺复杂的。到了警局，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了交代，并把之前拍下的证据全部提交。警方一一记录在案，并表示除治安问题之外，涉及劳务纠纷和工商税务的问题，他们会联合相关部门一起调查取证。事情闹到这种地步，双方再想友好协商已经不可能了。但是有了警方的这个案底，日后我走仲裁就容易多了。做完笔录后，我和几个没参与胁迫的保安被放了出来，江嘉诚和另外几名保安被暂时扣押。离开之前，
警察把手机还给我，告诉我今天有很多网友帮我报警，不过只有一个叫于浩的说得最清楚准确，他们才能快速出警。而我一打开手机，就看到账号下面已经炸了锅，博主被威胁了。你们看他发搜啊搜，肯定是遇到危险了。这些黑心的资本家什么事干不出来？天啦！博主会不会已经遇害了？咱们赶紧报警吧！对，报警吧！江嘉诚还是太不了解现在网友们的逆反心理了。他以为删除视频，强迫我道歉，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吗？殊不知，越是被压制，越容易引起大众的同情和反抗。更何况，他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黑心老板。天下打工人苦，黑心老板久矣。这一波，热心网友上大分。等我再次回到公司时，办公室里依然一团乱麻，因为公司网站被黑，导致所有产品线的后台系统全面崩溃，公司所有电话都被打爆了，都是投诉和要求退款的。江嘉诚不在，现在是主管市场的吴副总主持工作。他对技术也同样一窍不通。我们公司原本是做线下实体的，机缘巧合才转型线上，所以管理层几乎都不懂技术。唐建趁机告诉吴副总，这事必须由我解决，请他务必留下我。这话倒也不夸张。先不说这个后台本身就是我一手搭建的，单就个人来说，每个运维都有自己的工作习惯，而这些习惯可能会在无意间形成自己的专属代码和目录。如果没有清晰详尽的交接，别人是很难破解的。听说江嘉诚在开除我的时候，并没有在招新人的计划，而是想让唐建他们部门兼着搞一搞。这也是唐建极力想留下我的真实原因。职场人之间的真情有且只有两种，要么是利益同盟，要么无利益冲突。除此之外，其他都是演戏。吴副总倒是个听劝的人，听了唐建的话后立马过来求我，态度极其谦卑友善。不过我并不想和他周旋，直接告诉他，我现在被取消了所有权限，严格来说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。如果你能做主，让公司按照劳动法给我赔偿，我可以考虑友情帮个忙。如果不能，那就对不起了，一切免谈。吴副总，我和您没有私怨，也不想说难听的话，您请自便吧。吴副总吃了瘪，脸色难看极了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冷血呢？公司好歹也给你发了这么多年的工资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呢？得，打住吧！我打断了他。我付出劳动，公司发我工资，我们之间就是雇佣关系，不是施舍关系。而且算起来，我的付出要远远大于回报，所以别扯什么感恩不感恩的。曾经在老板一边画大饼一边打压的迫之下，我也是全心全意为公司着想的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只谈付出，不求回报。然而经历了这一遭，我也彻底明白了，公司本质就是个赚钱糊口的平台，不是你家。千万不要被某些老板一句句家人们给忽悠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些德不配位的老板根本就不值得员工追随。吴副总，不必求他。黄丽丽来了，她踩着高跟鞋走得趾高气扬。江总已经全权授权我处理刘明浩的事情，他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工作上的事情不必再找他。我立马警醒，开除黄经理？不对吧？江总在警察局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他瞪了我一眼，你跟我去会议室。吴副总，麻烦您也一起做个见证。5分钟后，黄丽丽、吴副总再次坐到了那个小会议室里。这一次，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。黄丽丽开门见山，
江总说给你 N+1，你撤销仲裁申请和工商举报，拿钱走人。如今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真高，当事人这么快就知道消息了。从公安局出来之后，我马上去了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，又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实名举报 DS 公司涉嫌虚假注册和非法转移劳动关系。如此双管齐下，已经彻底斩断了他们的后路。再加上警方和网络舆论的监督，大概江嘉诚这才不得不向我妥协。我摇摇头，不行，2N+1，黄丽丽又炸毛了。刘明浩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到底还是吴副总沉稳些。他拉住了黄丽丽，对着她耳语了一阵，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。之后，黄丽丽亮出了底牌，最多2N，如果不同意的话，咱们就继续耗。行，我同意，但要立即打款，钱到位，我签字。可以，及时止损，见好就收，是我一贯的风格，此刻更应如此。吴副总又试探着问我，能不能请你最后再帮公司一次，就当是卖我个面子。我想了想，答应了他，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。更何况后面的雷还多着呢，不愁没机会报仇。赔偿款到位后，我一秒都没耽搁，帮助公司修复好后台之后，马上开启交接模式，其他各项交接都很顺利。到我的本职工作时却被绊住了，因为根本找不到交接的人。江嘉诚交代让唐建接盘，但唐建死活不肯，甚至不惜搬出大股东做挡箭牌。黄丽丽和吴副总也没办法，而我为了避免后患，又坚持要求必须有人在这一项交接上签字。最后还是黄丽丽胆大，小手一扬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我收好交接单，抱着个人物品，麻溜地离开了公司。走出公司大门，只觉得天高云淡，浑身通畅，脚步都轻快了许多。然而由于事情变化得太快，我还没来得及和妻子商量，她若知道我失了业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。这几年她的压力也很大，经常夜里捂在被子里偷偷哭，这些我都知道，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她，只有更拼命地赚钱，尽最大努力给他们娘俩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。可是现在这一切都被打乱了，我一时还没想好如何面对他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还是先不告诉他，等到了下班时间再回家。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我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中，除了老人就是小孩，以及带着孩子的妈妈，几乎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大男人。那一刻，失业的后劲才一点点涌了上来。我虽然拿到了不菲的赔偿金，但如果只出不进，这笔钱也维持不了多久。我必须尽快找到新工作。可在如今这种形势下，像我这种临近35岁职场生死线，拖家带口，又无背景、无人脉、无资源的普通人，找工作的难度堪比登天。我一遍一遍划拉着手机上的招聘软件，茫无头绪。爸爸，耳边突然传来一个软糯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竟然是妻子带着女儿来了。果果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接你回家呀。女儿边说边跑过来，扑到我怀里。我看着她那张天真可爱的小脸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妻子说她都已经知道了，叫我不要多想，先回家吃饭。我鼻子一酸，差点流下泪来。我一手抱着女儿，一手拉着妻子。好，回家吃饭。晚饭后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一个人到公司外面蹲点，直到晚上10点，江嘉诚才从公司出来。让我意外的是，黄丽丽也跟着，两人竟然手拉着手，暧昧无比。
我记得黄丽丽是有男朋友的，不久前聚餐的时候还见过，是一个知名公司的 IT， 实力很强，人很憨厚。上了江嘉诚的豪车，两人就忍不住抱着啃，不忍直视。本来只想报复江嘉诚的，没想到买一送一。我站在角落里拍了个小视频，用小号发给了黄丽丽的男朋友。凭什么老实人就要接盘，就要被戴帽子？能救一个是一个。3分钟后，黄丽丽惊慌下车，四处张望，打着电话匆匆离开了。黄丽丽离开后，我看到江嘉诚气急败坏，好事被破坏。他下车来到附近一处偏僻的酒吧寻乐。我在那个没有监控的暗巷里猫着，戴上手套和口罩，背包里放了一个麻袋。等江嘉诚醉醺醺出来路过，我见四处无人，从背后给他套上麻袋，一顿拳打脚踢，直到他求饶后才离开。这是报他强行让保安按我签字和威胁我家人的仇。在江嘉诚的哀嚎和呕吐声中，我转身离开。这个亏他只能生吞下去。除了没有证据之外，他今晚本身也没干啥合法的事，经不住查。我刚到家，一个陌生号码来电，接通后他说他是 Ethan， 我半天没想起是谁，后来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他就是某站上我的那个粉丝。他也没跟我废话，说是从前公司要到了我的电话，让我通过一下微信。刚验证通过，他直接给我发来一封面试邀请函。打开一看，我简直惊呆了，竟然是 AC 集团发过来的面试邀请。AC 集团是知名大厂，实力强，业务广，在线教育服务也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业务，但依然是行业翘楚。当初我就是看了他们的成功案例，才建议江嘉诚转型的。对于这样的名气，我这种学历一般、履历普通的人，曾经连简历都不敢投。然而邀请函上，我的面试职位却是运维主管，薪资还比之前翻了1倍多。我问Ethan是不是搞错了，他只说让明天去公司面谈。莫非我真的走狗屎运了？第2天到了 EC 集团，我才知道，原来Ethan的真名叫于浩，而他的真实身份是集团董事长于大海的独子，一个平时只能在新闻上看到的人。目前他正在集团的在线教育事业部锻炼，为之后的接班做准备。于浩说，他一直在关注我，了解我所有的职业轨迹，包括我们公司为什么转型，以及我是如何被逼走的，所以他对我的能力和人品足够信任，正是他想要找的事业伙伴。他说，优秀的人很多，但优秀又靠谱的不多。最后他伸出手，问我愿不愿意帮他。说实话，从进入 AC 大楼到现在，我脑子一直是懵的，有种被泼天富贵砸到的梦幻感。如果没想好的话，我可以多给你一些时间，反正已经等很久了，不在乎再多等几天。我回握住他的手，不用了。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明天。面试完我才忽然想起来，于浩，这不就是当初帮我报警的热心网友吗？原来他真的一直在关注我。新工作对我来说轻车熟路，所以上手很快，还解决了几个之前遗留的陈科旧病，很顺利就通过了试用期。于浩年轻有活力，性格也开朗，营造的公司氛围很好，工作当然也辛苦，但老板不恶意打压，同事之间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，大家互帮互助，相处愉快，工作效率高了，对客户服务也更好了，公司业绩自然就增长了，多方共赢。现在我每天都是高高兴兴上班，开开心心下班，而且女儿的病情也有所好转。如果没有前公司的骚扰，如今我的生活简直完美。
我离开后，江嘉诚果然没有再招新的运维，我之前的工作被强行推给了唐建的研发部，唐建多番拒绝都被驳回，双方闹得很僵，但他还牵涉到另一个股东的关系，一时还不能离开，万般无奈，唐建只能一次次来求我。一开始，我看在他曾经为我说过话的份上，能帮的我都尽量帮忙，但要完全教会一个外行，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也有自己的工作，不可能一直为他服务。在第5次帮他处理完吧之后，我告诉他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之后直接拉黑了唐建，世界终于清静了。再次听到 DS 公司的消息，是在2个月后，他们因违约被客户集体告上了法庭。了解后才知道，其实就是后台系统一再崩坏，严重影响客户使用，并给对方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呵呵，这不是我早就埋好的雷吗？我是帮对方处理几次吧，但也暗中埋了一点雷，还是致命的那种。帮忙是情分，报酬是本分，两不耽误。第2天上班，于浩突然问我知不知道 DS 公司正在业界重金寻找技术大牛解决难题。我当然知道。我撤了之后，唐建最后还是搬出大股东，说服江嘉诚招了个运维人员，但新人水平一般，加上没有经过交接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上手，只能任由后台一崩再崩，直到被客户集体退货，公司还因此吃上了官司。于浩一脸恶搞的表情，问我怎么样，想不想赚点外快？我笑，公司允许接私活，别的不行，这个可以。我去 DS 公司的时候，他们专门派了豪车来接。当江嘉诚知道他们花了天价请来的技术大牛就是我的时候，震惊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哦，忘了说了，上次江嘉诚胁迫我的事，最后被警方定性为寻衅滋事，但由于尚未构成犯罪，最后只被处14日拘留，并2000元罚款。而因为我撤销了仲裁申请和工伤举报，公司最后也只被警告1次。不过江嘉诚14天的免费牢饭还是吃完了的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他随手拿起一只水杯就要往我头上砸，被吴副总和其他几个人按住了。我微笑问道：江总，免费饭的滋味不咋地吧？您还想尝尝吗？我又指了指电脑，要不我走，不过定金可是不退的哦。这单活价值100万，于浩替我接下的时候，特意签订了协议，先付1半定金再干活。江总，解决问题要紧。是啊，公司现在等着人家救命呢。在几个高管的劝说之下，江嘉诚终于低下了头。系统是我搭建的，我自然知道怎么解决问题，很快就搞定了。但这次他们也学精了，要求我必须重新做一个全面的交接，还要负责这次活的售后。第1个要求我答应了，本身我也是这么打算的，职业道德不能丢。至于第2个要求，那是另外的价钱。再次走出 DS 公司的时候，我竟有些感慨，曾经我也是一心一意想在这里干下去的，所以竭尽所能，当牛做马，在所不辞。然而到头来却发现，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。老板真的只把你当作牛马，而且最好是那种只干活不吃草，可以任意宰割还毫不反抗的牛马。这种被侮辱、被背刺的感觉实在是太糟了。其实普通打工人的想法很简单，我给公司劳动，公司付我报酬，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，没有人真的希望公司倒闭，大家更希望自己和公司的关系是战友或者同盟，彼此需要，彼此尊重，齐心协力把蛋糕做大，可以共苦。
但也要同甘。可惜很多格局小的老板都把员工当成了必须战胜和压制的敌人，非要争个你死我活，到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。愿职场多一些真诚，少一些套路。加油吧，打工人！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